本集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中国大案录，警钟长鸣。从90年代开始，广州突然出现了一系列高度类似的团伙杀人案件，持枪打死打伤50多人，社会影响极为恶劣。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阳帮的暴行。这支湖南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曾经号称广州第一大帮，犯下了惊人的罪行。他们的帮主更是一个穷凶极恶、以意大利教父自居的家伙。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有一些广东的朋友也去过广州不少次，听说过一些个段子形容这里的治安。昆明火车站那群恐怖分子杀了100多人，砍了10多分钟才被击毙。同样在广州火车站，那个恐怖分子砍人以后3分钟就被开枪打倒。广州人听说恐怖分子选择在火车站作案，都说傻鸟一个。火车站3天2头打架砍人，遍地是警察，还敢去那里作案吗？扯远了。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广州的社会治安一直都不好。1994年的4月，广州市华南路一个工地上发生了械斗，死伤多人。警察立即赶到现场，工地上已经横七竖八的躺了7、8个人，个个都是头破血流。警察赶快将这些伤者送到了医院抢救，有2个人因为伤重而不治身亡。可怕的是，根据尸检，这2个人都死于枪伤。持枪杀人是惊天大案，警方立即进行了调查。受伤的民工全部来自四川，据他们交代，行凶者是一群湖南人。让人更加无语的是，2条人命这么大的事儿，竟然因为一次小口角而发生的。这个工地的民工主要来自四川籍还有湖南籍，打过工的都知道，老乡会抱成一团。几个月以前，新来了一批湖南民工，一个外号叫做阿成的家伙似乎是他们的头头。阿成来了以后，没有几天就将轻松的活全部抢了过去。看阿成一伙杀气腾腾，不像好人，其他四川籍的民工也都只能忍了。案发的当天中午吃饭，民工都会去排队领饭，阿成照例是大摇大摆插队到了最前面。一个刚来几天的四川籍陈姓的民工不知道阿成的厉害，你怎么插队呀？大家都在排队呢，你没看见呢？阿成回头说，排队？你他妈的瞎了眼睛，知道我是谁吗？你怎么骂人呢你？大家都是打工的，我管你是谁。呀，怎么小子你想搞事儿吧？不是我搞事儿，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陈姓民工脸上就挨了阿成重重的一拳，然后阿成身后的几个小弟一拥而上，将这个民工打得满脸是血。光天化日之下打人，四川籍民工们赶忙跑上去劝架，谁知道阿成带着小弟又殴打劝架的人。四川民工忍无可忍，双方拳脚互殴了一通，各自伤了几个人，都没有占到便宜。短短几个小时以后，阿成突然带着10几个人，拿着砍刀还有匕首等凶器，冲入到四川籍民工的工棚，见人就砍。四川籍民工也毫不示弱，拿着木棍还有什么的对打。领头的阿成突然掏出了一把土制的左轮火药枪，砰的一声将前面的民工给打倒。其他民工见有枪，吓得丢下木棍钢管，急忙逃跑。阿成又追上去，将他们砍了7、8个，包括那个姓陈的民工。随后阿成亲手将倒在地上的陈姓民工开枪打死。持枪搞出了2条人命，阿成一伙并不慌张，却大摇大摆地走了。明知道是阿成一伙人干的，警方却很难抓住他们，
当时中国民工市场异常混乱，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可言。这群人来到工地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示身份证，工头不知道他们真实的姓名。警方抱怨工头，他就说：我找人来干活，你给我把活干好了就行，我管他有没有什么身份证啊。湖南民工只知道这活有7、8个人，都是湖南西部来的。阿成是他们的老大，他有一个亲弟弟，之前在这里打了半年的工，其他情况就都不太清楚了。这伙湖南民工很有同乡意识，警方基本上从他们的口中问不到什么。大海捞针，这该怎么办呢？警方无奈，只能在广州大小工地进行走访，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走访期间竟然又发生了事情。大约在半个月以后，广州珠海区某个工厂办公楼突然遭遇抢劫，2个男会计去银行提取了27万元人民币的现钞，准备带回公司付给客户。他们刚刚走到公司的门口，却遭到了突袭。一伙手持土枪还有砍刀的人冲上来大喊抢劫。听说是抢劫，2个会计提起箱子就跑。见到他们逃跑，为首的一个家伙用左轮火药枪连开了几枪，将他们打倒。旁边的2个同伙从血泊中抢过了手提箱，3个人跑下楼，跳上一辆车逃走了。2名伤者，1人当场死亡，另外1人因为失血过多还没有到医院就死了，又是2条人命。警方根据枪弹分析还有群众的形容歹徒相貌，认为开枪的就是那个阿成。看来这伙人杀死民工以后就没有再打工，而是转为了犯罪为生。警方认为阿成他们组成了职业的犯罪团伙，在江湖上进行流窜。这样一个身背命案的持枪团伙对于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必须要尽快破案。就在警方四处走访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大案。大概半年以后，也就是10月份，东莞市出现了惊天大案。在疏通一条小河的时候，河道清洁工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旅行包。打开袋子，清洁工发现里面放着一条切成了几段的人腿。经过打捞，警方一共找到了7个旅行袋，共60多块碎尸。经过了拼接，是一个男人完整的躯干，尸体上有很多处弹痕，毫无疑问这是谋杀案。持枪杀人碎尸，这又是一起极端凶残的恶性案件。根据枪弹痕迹的检测，可以确认死者又是被阿成那把火药左轮给打死的。广州警方让四川民工来辨认尸体，发现这个死者是阿成的同伙。警方认为阿成可能是分赃不均，或者是灭口将同伙杀掉。连续搞出5条人命，又是涉枪的案件，自然是大案。警方拿着受害者的照片在东莞连续走访。几天以后，一个住在长安镇的老太反映，这个受害者就住在他的楼上。广州警方立即出动，冲入了这间出租屋内。遗憾的是，这里早已经人去楼空。可怕的是，地上还有斑斑的血迹，厨房还有客厅里都有很多人体碎片。厕所的抽水马桶有着浓重的血腥味，检查下水道也发现有大量的血迹。看来这伙歹徒就在这里进行了分尸和放血。到目前为止，警方仍然没有线索。短短的3个月，新的案件又发生了。1995年1月，广州天河区一个工地遭遇了歹徒持枪抢劫。一伙歹徒持枪冲进了工地的财会室，将正在报警的保安一枪打死。威逼另外1名保安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以后，歹徒又将他打死。这伙人共抢走了人民币40万元，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根据现场其他受害者的回忆，为首的歹徒就是阿成。目前为止，阿成一伙人已经杀了7个人。
更可怕的是，这次情况又不同了。阿成他们7个人不再只是有一支土枪，而是人手一支仿造制式手枪。看来他们有渠道搞到了武器，已经武装起来了。这伙人心狠手辣，又有了不亚于警方的武器，就更难对付了。更惨的是，警方至今没有搞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在抢劫现场，警方意外地发现了一名叫做欧阳吕巴的暂住证。欧阳吕巴是谁呢？不知道，广州市没有这个人的资料。警方认为阿成这伙人肯定还会作案。果然，半年以后的1995年7月，广州183专线大巴遭遇抢劫，8个歹徒持枪冲上了大巴，大喊打劫，谁动就打死谁。这次不一样了，坐在最前排的乘客则比较特殊，是新西兰籍华裔连某。连某来广州做生意，拎着包里共有12万的进货款。见歹徒们拿着枪在他眼前来回的晃，连某一时的冲动，伸手去夺枪。这个歹徒反应很快，向后一闪，当胸一枪将其打倒。其余乘客见枪响了，也纷纷试图抵抗。歹徒们砰砰地开了几枪，又打伤了3个人。见局势已经控制不住，这伙歹徒拎着连某的那个包逃走了。以上这么多案件虽然说严重，毕竟死的都是中国人，在某些人看来这影响并不大。这次死的却是杨大人，情况就不同了。外国人被杀，该案立即升级。公安部亲自批示，此案关系我国公安形象还有国际声誉，务必尽快破案，并将725大案列为广东省头号大案和公安部督办案件。期间，之前一系列的案件并非没有线索，只是案件调查的很粗而已。杨人死了以后，首先广州市公安局防暴队重案组指挥全市军警立即封锁了所有的交通路口，加紧对过往的车辆进行严加盘查。随后，广州市又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并组成了重案组再次调查之前的目击者。果然很快有了收获。阿成他们待过的工地的一个湖南民工交代，这伙湖南人说的是湘西的麻阳话，他的女朋友就是麻阳县人，绝对不会听错，如果说错了杀他的头。知道是哪里人就好办了。重案组立即赶赴麻阳县进行调查，竟然毫不费力地搞清楚了阿成一伙的真实身份。阿成真名叫做张志成，又名欧阳吕巴，是麻阳县的所谓名人，也是负案在逃的重大案犯。张志成本是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头，多次进出县公安局。他是高乡村灵溪村的农民，有妻子还有2个孩子，苗族人。张志成这个家伙天性恶劣，从小打架闹事，偷抢拐骗，无恶不作，是有名的村霸。成年以后，他不愿意在家里务农，整天在麻阳县市面上混社会。心狠手辣加上有一些头脑，张志成很快成为一批苗族无赖的头头，专门用暴力敲诈来往的生意人，敲诈的钱被他们用来吃喝嫖赌。麻阳县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商人并不多，这样混了几年，张志成也没有搞到什么钱。一次喝酒的时候，张志成对手下刘安江等人说，在麻阳小打小闹，这还是成不了大事，要干就得干大的，到广州去干，怎么样？刘安江立即响应，另外2个喽啰只是点了点头。张志成这个人非常的恶毒，也是说到做到的人。这厮看过几本江湖还有黑手党的小说，自认为懂得怎么搞帮派。他对3个人说，要是一起干大事，大家就要互相信任，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就搞一个投名状，以后都绑在一起，没有退路。喽啰陈武勇没什么文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投名状？
张志成笑了一笑，打电话喊来专门陪人唱歌跳舞的19岁小姐阿燕。张志成花言巧语的欺骗阿燕，让她一起去县城外面玩耍。走出饭店以后，阿燕看张志成杀气腾腾，感觉到了危险，不同意上车。张志成上去几个耳光，将他拖上了车，绑架到了209国道麻阳县石阳哨的公路旁边。绑架阿燕的时候，有不少行人看到了这一幕，但是他们都知道张志成是麻阳县一霸，公安局也拿他没有办法，都装着看不见。张志成对另外的3个人说：大家一起下手，把他给弄死，谁不下手我就先干掉他。说罢，张首先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朝阿燕的头上砸去，顿时鲜血喷溅了出来。同样凶恶的副手刘安江也不等吩咐，举起了石头用力的砸了过去。剩下的2个喽啰无可奈何，也是硬着头皮跟着做了。阿燕头颅被砸碎，脑浆四溅，当场毙命。张志成和刘安江将他赤裸的尸体随手扔进了公路边的臭水沟里。第2天，4个人收拾行李逃到了广州市，找到了张的弟弟张志伟工作的工地。张志成投奔弟弟不是为了躲避警察，而是寻机在广州做大案。果然，他们在工地因为一些小口角开枪打死了2个四川籍的民工。暴露了以后，张志成就公开的打出麻阳帮的旗号，开始团伙犯罪生涯。和别的团伙不同，张志成这厮有些文化，看过《教父》这本小说。他学书里面的做法，任命最狡猾的刘安江为军师，专门的出谋划策。另外，他将陆续收罗的13个手下分为2队，让弟弟张志伟和另一个狡猾的歹徒王军分别做队长。平时张志成和王军各自带着一批人分散居住，只允许和刘安江单线联系，不允许互相联系。张志成和刘安江2个人另外的居住，平时张志成同弟弟张志伟都不联系。作案的时候，这伙人才会汇合在一起，这样一来，警方就很难将他们一网打尽。事实证明，这一套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张志成这次还学着意大利的黑手党那一套，对于忠心的喽啰一律重赏，但是谁有私心或者是想脱离团伙，立即给予参杀。成立团伙以后，他们做了一系列的持枪案件，包括那个27万的抢劫案。这个案件之后，张志成发现赃款少了2万，他怀疑是同伙赵石给私吞了，于是大怒。张志成一反常态的将所有团伙成员集中在一起，将赵石五花大绑痛打了一顿。赵石吓得魂飞魄散，变成赃款是逃跑的路上不慎丢了。张志成根本不听他的解释，用毛巾包着手枪，几枪将赵石打死。杀了赵石以后，张志成还是不满足，为了恐吓其他小弟，张志成强迫他们一人一刀，将赵石碎尸成60多块。此事以后，手下喽啰更是死心塌地为张志成卖命。这边警方既然知道了这伙人的身份，那就好办了。广州警方立即在全市通缉张志成一伙，还贴出了照片。很快，白云区石井派出所收到群众举报，某出租屋内住着一伙湖南麻阳籍的民工，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正常来说，接到消息到派出所去抓捕，这至少需要几个小时。现在不同了，洋人被杀非同小可。接到汇报仅仅1个小时以后，30多名民警还有武警将这个出租屋团团包围。武警持长枪破门而入，将屋内的3名歹徒全部抓住，缴获了3支仿造的5.4式手枪。被捕的其中1人就是张志成的弟弟张志伟。被捕以后，张志伟承认之前案件都是他们做的，还交代用赃款从中国4大黑枪基地的贵州松桃县购买了7支仿造制式手枪和800多发子弹，
不过张志伟不知道哥哥在哪里，也不知道王军的另一个团伙在哪儿。张志伟的被捕对于警方抓住张志成没有什么帮助。被捕以后的几个月，张志伟因为杀人抢劫一审被判处死刑。得知弟弟被判处死刑以后，张志成极为悲痛。张志成流着泪对刘安江叫嚣：我要为我的弟弟报仇雪恨，从今天起，只要警察近身，老子就开枪杀他几个看看。在刘安江的劝告之下，他们两个人同小弟曾和一同离开了广州，避避风头。1996年的8月，张志成一伙冲入了海南市某医院的财会室，抢走人民币6万多元。听到女出大的呼救声，一名医生还有保安赶过来查看，被他们2枪打倒。好在这里是医院，保安经过抢救以后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终生的残疾。1996年的8月3日，张志成、刘安江、曾和3个人流窜到了浙江金华市。张志成、刘安江都是警方的头号通缉犯，不敢随便出门，一日三餐都交给小弟曾和来购买。8月5日，好色的张志成忍不住了，听说浙江美女多，我们出去耍耍。军师刘安江不同意，现在风声紧，还是不要上街了吧。张志成就骂他：怕个鸟，你就是没胆儿，我们带着枪去，遇到警察就他妈的干他，看谁怕谁。刘安江无奈，只得拎着装着4支手枪的提包一同去了夜总会，留下了曾和看家。没想到曾和这小子也耐不住寂寞，偷偷溜出去逛夜市。见3个人先后离开，旅馆的前台经理立即叫来了保安。这个前台经理经验非常丰富，一看他们的身份证就知道是假的。打开他们的房间，经理和保安略加的搜索，发现了一个提包。打开提包，经理发现里面放着曾和的1支仿54式手枪和60多发子弹。要说还是浙江警察的效率比较高。经理报警后不到10分钟，金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12名便衣就赶到了这里。经过查看通缉令，经理确认这3个人就是张、刘、曾。没有多久，逛完夜市的曾和大摇大摆地走回了旅馆，正准备上楼，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曾和。曾和下意识地回了一句：哦。一扭头发现3个强壮的便衣站在他的面前。曾和环顾四周，发现7、8个人围着他，知道无法抵抗。完了完了。便衣将他放倒，戴上了手铐，留下了8个便衣继续蹲守。这边张志成、刘安江带着夜总会小姐去另一家旅馆开了房。第2天一早，张志成赶走了小姐：走吧，去和曾和会合，今天咱们去上海。如果他们2个人回去了，肯定就被抓住。军师刘安江比较狡猾，我感觉有些不对啊，先打个电话回去看看吧。电话响了一会儿，是前台经理接的，说是曾和喝醉了，不能接电话。刘安江立即挂掉电话，惊恐地说：糟了，曾和出事了，咱们快跑啊！2个人有如丧家之犬，逃出了旅馆，上了一辆出租车。此时金华市已经全市大搜捕，出租车到城郊被4个联防队员给拦住，让他们下车检查。见躲无可躲，张志成把心一横，跳出车举枪就打。砰的一声，一名联防队员被打倒。正准备打第2枪的时候，这支山寨手枪突然卡住了。其余3名联防队员听到枪声没有害怕，而是一拥而上，将张志成的枪给夺下，人也被按倒。刘安江见张志成被捕，急忙逃下车，举起手枪对准联防队员连开4枪，3名联防队员全部中枪。虽然说身受重伤，联防队员张顺金手中还是紧紧地抓着张志成的提包。张刘2个人开枪之后极为惊慌，顾不上取回提包，他们拦住了一辆摩托，骑上就跑。这4名联防队员3人重伤，1人牺牲，但是抢到的包里
有2支仿6.4式手枪，还有80发子弹。如果不是他们抢下了这2支枪，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死在这80发子弹之下。在张刘2个人逃窜期间，王军带队的另一队喽啰们也被警方给抓住，张志成团伙几乎被一网打尽。张志成反复的联系广州的同伙，发现没有一个人回答，知道事情不妙了。这个凶残的歹徒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对刘安江说：看来我们也活不了多久了，死之前我也要找几个垫背的。至此，这个被广州市民叫做麻阳帮的团伙已经杀死了9人，重伤了多人，作案时间长达2年。虽说抓住了不少的喽啰，2个主犯却始终没有被抓住。广州市民怨声载道，公开责骂公安干警无能。这边张志成还有刘安江还在顶风作案。1996年的10月25日，张志成、刘安江瞄准了海珠区瑞宝村的某精米厂，2个人持枪冲进了该厂，他们开枪打死了老板陈某和李某，将该厂的贵重物品洗劫一空。2个人商量了一番，决定由刘安江处理赃物，然后再和张志成会合。当天下午，刘安江在广州烈士陵园出售赃物的时候，被警方认出，当场生擒。刘安江这厮很硬，被抓住以后不管拳打脚踢，死不交代张志成的去向。这边张志成等了一天，见刘安江不回来会合，仓皇逃离住所。已经走投无路，这个凶残的歹徒还在杀人。1天以后，他在天河区火车站至新塘的中巴车上抢劫，将一名反抗的男子给打死。2天以后，他再次在海珠区西窑头周围破门抢劫，抢得了2万多元现金和1辆摩托车。车主甘某还有朋友追上来，被张志成开枪射击，1死3伤。这边警方继续审讯军师刘安江，在不断的审讯之下，刘安江终于坚持不住，交代了一处秘密藏身之处，这是张志成背着他所租的一个地方，用于自己来躲藏。刘安江很狡猾，怕张志成带着赃款将他甩掉，暗中跟踪了张志成。他知道了这个地点，警方大喜过望，没有耽误一点时间，立即派人去抓捕。1996年的11月16日，共乐派出所的10名荷枪实弹的民警包围了这个出租屋，但是张志成并不出来，龟缩在屋里。等了几个小时，民警怕夜长梦多，决定强攻。4个民警敲门喊着查户口，将张志成给惊醒。张志成从门缝看过去，立即明白这是警察。根据大家的想法，张志成如此穷凶极恶，又以教父自居，应该操枪射击，至少也应该自杀或者。谁知道这个家伙胆子并不大，明知道已经无法逃走，张志成却不敢拼命，试图蒙混过关，逃一条生路。他打开了门。你们找谁呀？为首的高个子民警说：我们找这里的一个小伙子。哈，那个小伙子出去了，还没有回来。那你是干嘛的？我是房东。你是房东？你叫什么名字？张志成略微的犹豫了一下，随口说：我叫王正峰。高个子民警使了个眼色。哦，你叫王正峰啊。语音未落，旁边民警一把搂住了脖子，将张志成按倒在地上。张志成的口袋里，民警搜出了一支已经上膛的自制左轮手枪和5发子弹。高个子民警说：王正峰，你跟我们走吧，下次学聪明点，一口湖南腔还装广东人，不过你没下次了。至此，麻阳帮彻底覆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的12月24日对轰动一时的广州第一大案张志成团伙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盗窃案作出1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判处团伙首要分子张志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团伙主犯刘安江等8人也同时被判处死刑。